永夜大陆某处被黑暗笼罩的区域，两条鳄鱼趴在地面上百无聊赖地发着呆，而一个中年男人盘膝坐在地面上闭目养神。突然，男人睁开眼，抬头望向头顶的黑暗，面色微变，只见周围的黑暗突然快速消散，如坠入油锅里的黑暗般。这团困了他数十年的黑暗，正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快速消融着。等周围黑暗已全部逝去后，他正身处一座小岛沙滩上，四面环海，而头顶是血红夕阳，即将入夜。大阵被解除了，这家伙主动解开了大阵，不知为何，一丝隐隐不安感出现在他心头。内卫，黑暗退去，一团看不见人形的阴影，浑身缠绕着雾气，以一种从未有过的语气望向中年男人，复杂道：“我们的游戏到此结束了，我不再需要新大陆的坐标了。在去年的雨季中，七夕之地原始大陆遭到了入侵，一批鬼潮占领了七夕大陆，并在雨季里对鬼潮进行了洗牌重组。如今各个前线都是他们的鬼潮，他们的实力强大至你无法想象。今夜便是总攻之日。”中年男人站在原地没有讲话，只是面色阴沉的双指轻触额头。刹那间，一只巨大的眼睛突然悬浮在天际间，近乎遮住血红夕阳的光芒。当眼睛缓缓睁开，他看见了，他俯瞰着整个永夜大陆，他看见了永夜大陆所临海域深处，在那永夜和白昼的交接处，在那现实世界无法看见的地方，源源不断的鬼潮正在不断集结。那些鬼潮无论是数量还是强度，都比永夜大陆之前所面临的鬼潮强出数倍。他看见了，他又看见了以前他所在的那片大陆被鬼潮沦陷的那一天，正如现在这般，他看见了永夜大陆沦陷，看见了最后一道鬼火熄灭，最后一道防线碎裂的样子。为什么会突然这样？他面色微微煞白，忍不住出声询问。出了变数，面前这道被黑暗笼罩的阴影缓缓道：“实际上，在去年雨季初期，鬼族便发现原始大陆裂隙延伸的速度开始骤增，必须找到新的大陆，留给鬼族的时间真不多了。这个时候，鬼族已经放弃天道了，放弃拥有一个属于鬼族的天道。你身为天道，你应该知道天道意味着什么。天道意味着你能接收来自这个世界的声音，意味着你能往更高的地方走一步，意味着真正被这个世界所接纳。鬼族只有杀死永夜大陆上的所有人类，彻底占领永夜大陆，才能诞生属于鬼族的天道。因此，在去年雨季的前10天，几乎没有一处前线沦陷。鬼族第一次派出高层和永夜殿高层进行了一次正式长谈。鬼族希望永夜殿能割让出永夜大陆一片底盘，让鬼族栖息。这种栖息，鬼族是诞生不出属于鬼族的天道，依旧不被这方世界所认可，但至少生存了下去。永夜殿拒绝了，谈了10次，拒绝了10次。鬼族每次都做出了新的让步，直至去年雨季中旬，原始大陆被入侵，一批鬼潮，他们自称自己是皇族，当然其实也是鬼物，实力比我们强得多，手段也比我们多。短短时间内便占领了原始大陆，并将鬼族内部清理重新整合。严格意义上来讲，我现在应该是皇族的一员，鬼族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如今，他们已经整合完毕，开始集结兵力。今夜这一战将会是永夜大陆最后一战。我在此地困了你这么多年，这最后一战就不困你了，回家看看吧，以后就没有江北了。中年男人面无表情的右手伸出，无数灵气从体内汹涌冒出，并快速在手里凝聚成一柄巨大的锤子。他站在锤柄上，右手虚脱，将身旁2条鳄鱼卷起，没留下一句话，便以极快的速度冲上云霄，消失在天地间。他要先将这个消息告诉永夜殿高层，再回江北。当他看见那一幕的时候，他就知道永夜大陆的结局已经注定了。只是和上一次不一样，上一次他只能观战，这一次他要自己上场，他要尽可能的守住永夜大陆。在中年男人走后，这个被黑暗笼罩的阴影，周遭黑暗才缓缓散去，露出自己的本体，是一个身材矮小的红皮鬼。此时正站在原地望向那位离开的背影，呢喃着：“结束了，他们入侵了永夜大陆2次，打了数百年，一直无法拿下。他一直坚信，过不了几年，永夜大陆便会被鬼族彻底占领。直至七夕之地被入侵，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无力感，对方就像是正规军一样，流程熟练的征服一个又一个大陆，而这份胜利，这份荣耀，却和他无关。”樊玉，雨季刚过，陈凡有些恍惚地站在城墙上，只见不远处，一个老者正牵着一个小姑娘，端着饺子碗坐在城墙石阶上，彼此笑谈着。那是大鱼和公羊一月。在看见这一幕后，他不由微微笑了起来。距离第一次见大鱼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大鱼如今已经是个小孩，寿命没几年了。无论是新大陆的赐福，还是江北的赐福，守夜人都无法吸收。守夜人像是被这个世界所排斥的存在一样，但这2人看得也开。平日里就在西阳城种种地，倒也热闹。今年雨季过得很安静。根据永夜殿那边传来的消息，今年雨季没有任何一道前线沦陷，但他总感到有些隐隐不安。所有看似平静的海面下方都是暗流涌动，都是更狂暴的暴风雨来临的征兆。不过这次雨季结束了，又有1年的发育期。陈凡长吐了一口气，伸了个懒腰后，准备回无名山。今晚好好睡一觉。又是1年过去了，制定下今年的发展计划。永夜西部玄武1号前线总负责人正站在城墙上，望向防线外的黑暗。一盏茶前，他派出了一艘非洲前往海域。此时永夜降临，倘若这片海域的鬼潮真的全部退去的话，那此时应该差不多有消息传来了。他有些忐忑地握着手里的子母石。就在这时，手里的子母石突然开始发烫。这里是永夜殿总战略部，通知永夜西部玄武1号前线负责人，一族有变。今夜是永夜大陆的最后一战。
消息来的有点晚，但应该也够大家和自己的家人告别了。感谢诸位这么多年来为永业大陆的无私付出，很遗憾没有看到胜利的那一天，让我们带着遗憾在地狱相见。这是永业殿下达的最后一条命令，再次感谢诸位多年以来的付出，感谢。负责人愣在原地，一时有些没反应过来，手中的子母石已经切断通讯。紧接着，他手里的子母石再次传出一道急促且惨烈的声音：鬼巢，鬼巢，好多鬼巢！这里是派出去的那艘非洲的州长。一击戒备！长达108公里的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上，一座座炮塔表面的纹路开始快速泛起亮光，大批人快速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忐忑等待着。明明已经过了雨季，怎么会突然进入1级戒备？紧接着，他看见了近乎无穷无尽的鬼巢踏浪起来，无论是数量还是强度都远超之前的鬼巢。其中3尊巅峰鬼皇眼里冒着凶光，冲在最前方，鬼皇带队冲锋。此前他们从未见过有鬼皇发起冲锋，而且这3尊鬼皇明显更猛。这里是1号前线，联系江北繁育。负责人望向眼前这一幕，眼前闪过一丝慌乱，快速将刚才永业殿告诉他的消息复述了一遍。下一刻，轰！2个1米多高鬼皇停在半空中，双臂张开，昂头站在空中，头顶分别凝聚出一颗猩红光球，光球在不断膨胀，散发出一阵威慑的气息。而另一尊体型巨大，足有数十米高鬼皇，则是手持巨斧，冲在最前方，眼里满是暴虐凶光。硬抗炮塔轰炸狞笑着重抡下巨斧，轰！光球和巨斧近乎是同时砸在一片区域，彼此配合极其默契。仅此一击，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这座9级防线，这片城墙便开始摇摇欲坠。紧接着，又是2道猩红光球和巨斧砸在同一处区域，轰！这片城墙出现了一个缺口，源源不断的鬼巢顶着炮火轰炸，以一种近乎癫狂的疯狂顺着这个缺口开始疯狂涌入。这道从未有失手记录的防线，迎来了他第一次沦陷，也是最后一次沦陷。而在鬼巢中，一个身材矮小被黑袍所包裹的鬼正缓缓张开双臂，散发一道道幽绿色光芒，光芒范围之大，几乎笼罩了所有鬼巢。所有被光芒所笼罩的鬼速度更快，眼里凶光更甚。樊玉原本温和的气氛瞬间消散，警报声响彻在各个角落。刚准备入睡的陈凡，此时面色凝重的快速穿衣，前往洞穴内的战略室，望向摆在桌子上的沙盘。他已收到了永业殿的信息，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也给他送来了信息，准确的说，是1号前线即将告破的消息。鬼族突然迎来一股势力极强的增援，在今夜发起了总攻。他有想过鬼族会发起总攻，可他没想过会来得这么突兀，近乎没有一点征兆。停顿了数息后，快速下达一个个指令：启动繁育导弹储备基地，紧急支援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启动江北临时防线，我亲自带着防线前去暂时堵住缺口，后勤阁负责将其他区域人口全接至江北，其余人准备随时启动火种计划。火种计划是他很早就开始为之准备的一个计划。假设前线战局真的突然恶化到一定程度，那新大陆就是他的最后一个退至新大陆，炸毁海底隧道。永业殿传来的消息充斥着一股绝望感，但他还不知具体情况，总得先打一打再说，说不定没那么绝望。下一刻，无名山后山，沉寂许久的繁育巡航导弹储备基地，那一根根整整齐齐矗立在地面上的通天柱突然被依次点亮，地面开始剧烈震动。伴随着第一根通天柱升空，越来越多的通天柱开始齐齐升空，爆发出刺眼炽热蓝白光，没入黑暗。什么情况？黄泉口区域，鬼皇95正在美滋滋地享受着自己的退休生活，除了每天早上都要被迫晨跑一趟之外，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好的。但刚才他的下属突然告诉他说，繁育黄泉口防线突然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所有炮塔都被点亮，处于随时启动状态。这是唱的哪门子戏？这1年以来，我们和樊玉相处得很融洽，彼此井水不犯河水，怎么突然要开战的样子？但下一刻，他突然看见到一道炽热的白光从天边依稀出现，并不断逼近。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他看见了更多炽热白光刺穿黑暗，如同流星雨一般，从他头顶上空快速划过。那每一道白光都携带着一种极其恐怖的气息，近乎令人窒息。近了，近了，越来越近了！躺在院落里的鬼皇95，此时已经下意识翻身缩在院落角落里。天上的那炽热白光距离他越来越近了，他看清楚了，那是一道道散发着恐怖气息的白光，身后绽放着的是蓝白色的雷电，如雷公之怒般，数十道白光正划破夜空，朝远处激射而去，一眼望去足有数十道，此时已经快速划过头顶，消失在夜空尽头。不是冲我来的！鬼皇95面色煞白的从院落里蹦起来，白光发射的方向是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军师，军师！大王，我在这里。不等身形再稳，便开始快速分析情况。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是9级防线，正常来讲不会危及到让樊玉消耗底面支援，除非出现意外情况。而这个变数很有可能便是去年雨季，上面下达命令，让大王你偷渡来清除樊玉这个源头。栖息之地内出了变故，上面的人有了一笔强有力的支援，具体支援哪里来的不知道，但专门挑雨季过后，重前线放松警惕的时刻发起总攻。今夜鬼族可能发起总攻了啊！这么快？
鬼皇95面色微变，他没想到总攻这一天来得这么快。他原本在永夜西部玄武1号前线海域里还留了一批鬼，但这批鬼物从去年开始就联系不到，对我们有何影响？不会有太多影响。鬼族本就占优势，此时又获得了支援，用不了多久，永夜大陆应该就要彻底沦陷，届时我们再回归鬼族就好。这样啊，那我们要不要现在开始全力进攻繁育防线？这样日后回归也能有个说法。万万不可！虽然开启总攻，但永夜大陆如此之大，也不可能一夜沦陷。但倘若我们开始全力进攻繁育防线了，刚才那些白光可就不仅仅是从我们头顶划过了。听你的！鬼皇95眼中闪过一丝后怕，他差点把这件事忘了，随后不由长吐了一口气，望向面前这只已经老矣的鬼物，有些神情复杂道：这么多年还好有你，等战争结束后，咱俩一起正式退休，等我们鬼族有了自己的天道，我们就可以被这方天地所认可了，我们也能有自己的后代。老鬼笑了笑，从睁开眼时，我所看见的便是大王你，只要能左右在大王身旁，做什么都好。就在这时，夜空尽头再次有数十道散发着恐怖气息的白光划破夜空，鬼族想要彻底占领永夜大陆，只是有人不愿。永夜西部玄武1号前线，在3尊鬼皇联手之下，城墙转眼便出现了一个缺口，近乎无穷无尽的鬼潮无惧生死的顶着炮塔从缺口冲进去，开始大肆屠戮防线后方的后勤人员，一时间死伤无数，岌岌可危。但就在这时，永夜正浓，一道炽热白光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划破夜空，从遥远的北方而来，并在距离地面仅有一段距离时，化作3根通天柱，精准落在这个缺口处。轰！剧烈的爆炸声响起，沉闷巨响几乎响彻天地间，无数蓝白色的雷蛇开始无尽咆哮。这个缺口处的鬼潮被彻底清空，距离最近的那个抡着巨斧的鬼皇，猩红暴怒瞳孔里第一次浮现出一丝恐惧，但也只来得及将身子蜷缩在一起，巨大的身子便被炸至粉碎。这根通天柱几乎在他头顶引爆，没有任何存活下去的可能。守住，守住！城墙上，总负责人在看见这一幕后，通红的眼眶中闪过一丝蜥蜴撕心裂肺的高吼道：77号区域附近的建筑师速来修复，守城队尽力清除闯入防线的鬼物。一个个建筑师快速赶来，眼中虽有恐惧，但还是尽可能的将心情冷静下来。身后后勤人员快速搬来一箱箱高级鬼石，伴随着鬼石化作液体，无数道由白色线条组成的城墙快速重新浮现在缺口上，缺口被补上了。而就在这时，天边再次袭来数十道刺眼白光，那炽热的光芒驱散了永夜，落在永夜西部玄武1号前线外的各个区域。轰轰，整条大地开始呻吟，地动山摇，整条地平线被点燃，无数橘红色火焰夹杂着蓝白色的雷蛇冲上凝消。原本的鬼潮已经化作火海，此起彼伏的鬼物惨叫声如阎王催命般刺耳响起，那是繁育之源。守住了！前线负责人下意识屏住呼吸，望向防线外，那2个体型较小的鬼皇此时也化为灰烬。没有了鬼皇破场，剩下的鬼潮会好处理很多。急忙拿起手里的传音符，急促道：所有位于77号区域附近的武王速来支援，刚才这片区域沦陷，不少鬼潮闯入其中，这批鬼物必须得尽快清除。但在他看不见的地方，躲在永夜深处鬼潮中央，一个被黑袍所包裹的瘦小鬼物，瞳孔毫无波澜地望向面前这道防线，哪怕3头鬼皇近乎瞬间陨落，也没有太多反应，只是缓缓举起手里的木枝，嘴里呢喃着一些听不懂的咒语。下一刻，一道猩红色的光芒以他为中心快速朝四周笼罩而去，范围之大，将长达108公里这片区域的所有鬼潮全都笼罩进去，扩散速度之快，近乎眨眼便至。而从海底刚刚钻出来正在冲锋姿态的新一批鬼潮突然止住身子，数息后，只见所有鬼物身上的气息都暴涨一丝，猩红瞳孔中凶芒更盛。原本鬼潮中的鬼王体型开始暴涨，直至暴涨至数十米高，赫然已成鬼皇。片刻后，鬼潮中的鬼王开始齐齐化为鬼皇，一头头鬼皇从鬼潮中拔地而起，一眼望去，竟看不清鬼潮中诞生了多少只鬼皇。鬼潮的冲锋再次袭来，而这一次更加势不可挡。完了！在看见这一幕后，这个前线负责人手中的传音符突然松了下来，眼里闪过一丝绝望，呆呆正在原地望向防线外的一头头拔地而起的鬼皇，惨笑了起来。仅仅他这片区域，他就看见了4头鬼皇，守不住了，哪怕有繁育的支援也守不住了。此时防线上的单体火力炮塔开始齐齐开火，其中那一头头鬼皇虽然能造成不小伤势，但短时间内却无法击杀。他踉踉跄跄地站在城墙边缘，俯瞰着那批鬼潮，仿佛已经看见了防线沦陷的画面。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伸出一双厚重有力的大手，将他的身形稳住。只见他一直信任的副手，此时正面无表情的沙哑道：重新介绍下，繁育暗阁成员楚修，奉谕主命，暂时紧急全权接管永夜西部玄武1号前线指挥权。随后没有多说，只是拿过负责人手里的传音符，沙哑道：防线各个区域汇报当前区域的鬼皇状况，并将具体坐标告诉我。下一刻，各区域的战况汇报在传音符内响起。而楚修在收到这一则消息时，又通过手里的传音符快速将情报送到狱主手里。而在江北防线上，陈凡望向面前的导弹发射面板，面无表情地听着耳边来自前线繁育暗阁成员的汇报。这次和上次不一样，
上次黄泉口防线遭受袭击，他没有具体情报，只能通天柱洗地不间断轰炸，浪费了不少通天柱。而这次他有了具体坐标，繁育无名山后方沉寂许久导弹储备基地。此时一根根通天柱拔地而起，在空中分解，并没入永夜，以极快的速度支援1号前线。他此时并没有收到来自永夜殿的更多消息，暂不清楚其他前线什么状况。他现在只能抱以最坏的打算，先守住前线，然后尽快将这片前线后方所有百姓和资源全都拉到江北，做好死守西荒岛乃至退守新大陆的打算。不知过去多久，繁育黄泉口防线开始引入地面，为江北防线的外出让路。长达170公里如长龙的江北防线驶入黄泉口区，一道声音响彻天地间：繁育出行。必话音落下，原本栖息在黄泉口区域的鬼巢，像是逃命般疯狂朝两侧逃去。这是他城墙的满级效果，声如鸿怨。你站在城墙上所发出的声音，可响彻天地间。黄泉口区域，鬼皇95正骇然地望向前方，在夜色里快速前进的江北防线，迟迟看不见头。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江北防线出现，繁育支援的力度可谓是空前绝后，而这也代表着1号前线那边真的遭遇大敌了，真的开战了，这次真的是总攻了。不知为何，他心里隐隐有种不安感。其实他觉得这1年里就挺好，如果能一直保持这1年的生活状态就很好了。但很多事情发生并不如他愿。紧接着，他看到数百艘非洲城队列全速行驶，这是他这1年里见过繁育动作最大的一次。永夜西部玄武1号前线，那个躲在黑暗里身穿黑袍的矮小鬼物，在看见那被猩红光芒笼罩催化出来的一头头鬼皇被远处袭来的炽热白光精准点杀后，毫无波澜的瞳孔里偏头望向北方，第一次有了波澜，嘴里露出一丝讥讽。繁育1级大陆能诞生出这种势力，倒是有趣。没记错的话，1级大陆应该没有通天柱的使用权限吧？但也就止步于此了。他轻点额头，皮肤开裂，一滴猩红的精血从伤口飘出，缓缓悬浮在半空中。去！一声低喝声响起，下一刻，一道愈发的光芒以他为中心，再次将大片鬼物全都笼罩进去。这次没有催发出鬼物，反而是让每头鬼物表面的皮肤开始快速膨胀，冒出一个又一个疙瘩。紧接着，噼里啪啦的爆炸声开始极其密集的在防线下响起。被催熟后的鬼物撞击在城墙上后，褐红色的液体洒在城墙上，开始腐蚀着城墙。这可是道9级防线，但在这些褐红色的粘稠血液下，城墙表面却开始渐渐脱落。按照这进度，哪怕这道防线足够厚，但不等天亮都会被腐蚀出窟窿。所有建筑师，听我口令，下去修复城墙。不用。身旁楚修清摇了下头，止住了负责人的行为。什么叫不用？负责人下意识询问，因为狱主已经来了。楚修偏头遥望向北方，就那样静静看着。他已经很久没见过狱主了，以前在繁育的时候，经常能看见狱主在墙头上发呆。离开繁育后，看不见这一幕后，总感觉心里空荡荡的，像是缺了根主心骨一样。下一刻，地面开始微微震动，隐隐能看见，在视线尽头，一道如长龙般的防线正以极快的速度碾过鬼巢，沿着海岸线挡在永夜西部玄武1号前线前方。与此同时，一道声音在整个天地间响起：所有人退去，此地由繁育正式接管。这道声音平静却又夹杂着不容置疑的气势。眨眼间，他们只看见这道高达200米的防线已经从远处驶到他们身前，并快速越过他们，径直朝远处驶去。与此同时，负责人手里的传音符响起了陈凡的声音：辛苦了，你们退下吧，这里交给繁育。陈凡的声音显得极其平静，如同一根强心剂一般，让原本慌乱的负责人近乎瞬间就冷静下来。随后，这道防线上的式神炮处于启动状态，一枚枚猩红光球重重砸在鬼巢中，清空着江北防线和永夜西部玄武1号前线2道防线之间的所有鬼巢。无数猩红血蟒在鬼巢中横冲直撞，哐！当江北防线的手段重重撞在连绵山脉上时，宛如卡扣精准上锁一般，牢牢矗立在海岸线上。此时，2道防线之间的鬼巢已经清理完毕，坐落在江北防线上的数千座式神炮开始咆哮开火。一枚枚猩红炮弹如同不要钱一般落入鬼巢中，而这些鬼物自爆后的粘稠血液对城墙造成的腐蚀近乎为零，而好不容易腐蚀出来的那些缺口，在铜管的修复下眨眼便完好无损。江北防线不仅仅是一座10级防线，还是一座鬼血纹路吸收了数年的10级防线，实际强度要远超寻常10级防线。终于赶来了！陈凡站在城墙上，面无表情地望向前方鬼巢，在永夜西部玄武1号前线摇摇欲坠，即将沦陷前，他赶来了。这批鬼巢强度更高，数量也更多，但根据暗格成员的回禀，这批鬼巢时不时会被一阵光芒所笼罩，每次光芒笼罩，这批鬼巢都会加强。在鬼巢中央有一个类似于祭祀的鬼物，在增强这批鬼巢。他已经大概猜到了坐标，范围性的 buff 加持，大概率位于防线对面鬼巢的中心位置。他望向面前的面板，手指微动，远在繁育无名山后山的10数根通天柱开始拔地而起，猛地腾空并解体。目标：永夜西部玄武1号前线中段77号区域鬼巢深处。那只瘦小的鬼物正坐在一只高大鬼物肩膀上，身旁海浪不断翻涌，面无表情地望向这道从远处疾驰而来的防线。一道10级防线，看来今夜这道前线是攻不进去的。等明晚吧。他距离防线极远，倒是不担心那通天柱波及到他。明明距离极远，但他的视线仿佛能穿过无数鬼巢，清楚看见那道防线。就在这时，他看见一道炽热白光，并未如往常一样落在防线外的鬼巢，
反而是落在永夜深处的海域里。是他忍不住嗤笑一声，看来是找他来了。他在百里外，这要是能找到他，他也认了。通天柱的储能耗时可需要不少时间，希望你明晚还有这么多通天柱可以用。这只被黑袍包裹的瘦小鬼物缓缓起身，如同一个优雅的绅士般，举起右手准备宣布撤军。今晚的冲锋已经没有意义了，等明晚上便支援吧。然而下一刻，一直以来他的瞳孔突然闪过一丝骇意。天空尽头突然多出10数道炽热光柱，分散开来，朝他击射而来。这批通天柱完全足以将他笼罩进去。对方确实不知道他的位置，但对方选择了覆盖性打击。来不及多说一句话，他面色瞬眠，一扫往日淡然，从身下这头鬼物肩膀上跳进海里，发疯般的挥动着双臂和自己的小尾巴，向海底深处快速游去。这个时候唯一的生路就是尽可能的钻进海底。然而已经晚了，那10数根通天柱，每一根在空中化作3根通天柱，将数百公里范围内的海域全都笼罩进去。下一刻，海浪冲天，无数鬼物尸体残骸夹杂着爆炸声洒遍海域。永夜深处，一头头鬼物尚未登陆，便遭遇了洗地式轰炸。而那只瘦小鬼物眼里只来得及闪过一丝不甘，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炽热白光将他笼罩进去。怎么会？他怎么会死在一级大陆？然通天柱不会回答，陨落。紧接着，永夜西部玄武1号前线这批鬼巢突然僵在原地，紧接着身体开始快速融化，如早已从内部腐烂的螃蟹人。那些催化的代价是他们的性命。危机已解，看来是猜对了。站在城墙上的陈凡望向下方那一批批原地融化的鬼物，轻声道：“应该是那个祭祀类的鬼物被轰死的缘故。”不知过了多久，天亮了，他怀里的子母室缓缓发烫，里面响起了裘老的声音：“陈凡，我刚收到繁玉支援永夜西部玄武1号前线的消息，我仅代表永夜大陆感谢繁玉数年以来对永夜大陆的付出，但很遗憾，这场战争结束了。昨夜鬼族发起了总攻，强度和数量都远超以往。永夜大陆除永夜西部玄武1号前线外的所有9级前线几乎全部沦陷，10级前线沦陷了3座，剩余的10级防线也撑不了多久。此时已有大批鬼巢登陆永夜大陆，开始大肆屠戮，预计不出7日，永夜大陆所有前线均会沦陷。14日后，世间再无永夜大陆。很遗憾，最终还是没有看见胜利的那一天。让我们带着遗憾在地狱相见。陈凡面无表情地听着子母室里传来的消息，他从未从裘老那听到过如此绝望的语气，近乎凝成实质。片刻后，他才轻声道：“这里是江北繁玉，陈凡，对外传达一则重要消息。我是陈凡，永夜大陆唯一天道建筑师，无论任何建筑蓝图，我可瞬间参悟，打造任何建筑。我的消耗比寻常建筑师要低得多，成功率是100%，速度也要更快。繁玉县启动火种计划，申请永夜店配合，即刻起，永夜大陆所有人口、所有资源，请无限量供应繁玉。繁玉将会在西黄岛打造出最后一道防线，战争不会结束，人类不会输，永夜大陆不会沦陷，繁玉将会死守西黄岛。”子母石那边沉默了许久，约莫过了数息后，才再次传来声音，只不过已不是裘老的声音，而是一个他从未听到的声音：“我是永夜店12店长之一叶巡，永夜店收到，我们还有时间，前线沦陷，腹地还有时间撤离，我会尽快安排将人口和资源全都送到西荒岛，不知繁玉最多可接纳多少人？”所有人。陈凡继续平静道：“江北繁玉坐拥一座没有鬼巢的新大陆，可容纳永夜大陆所有人，只要能撤到西荒岛，哪怕西荒岛守不住，也可退守新大陆。”好，对方答应得很快，甚至没有询问更多。永夜店会全力配合江北繁玉的火种计划，前线会尽可能撑住，为后方争取撤离时间，剩下的就交给繁玉了。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守住西荒岛，只要西荒岛没有沦陷，永夜大陆就没有真正的沦陷，我们的天道就不会灭亡。天道灭亡，我们所有人都会沦为无根之水，所有建筑师等修行者的手段都会被剥夺，再无希望。只要守住西荒岛，我们就还有反攻的希望，永夜大陆就还有希望。子母室挂断的瞬间，一场极其简短的会议在永夜店的核心高层12店长中快速结束，紧接着一条条命令快速下达出去，永夜大陆所有势力开始配合繁玉执行火种计划，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撤离行动在天刚刚亮起时快速席卷整个永夜大陆，整个永夜店的底蕴开始不惜一切代价的调动起来，大批势力快速整理出自己势力的资源，并尽可能的带上足够多的人，一路向西前往江北繁玉。而在人潮中，一个个逆行者极为扎眼，单手拎刀面无表情的朝东走去，那里是前线，需要有人守住前线，后方才有撤离时间，前线每多守一天，就能有更多人和资源撤离至西荒岛。永夜西部玄武7号前线，这道9级防线在昨晚近乎被沦陷，启动了7个守夜人后才堪堪守住。此时城墙一片狼藉，数十个建筑师正在城墙上不断奔波着，快速修复着受损区域，大批人正在防线外疯狂从鬼物尸体内挖出鬼石，这都是今晚的弹药。偌大的一条防线，竟无一人交谈，明明一眼望去全是人，却又显得极其死寂。不回去吗？这里距离江北繁玉虽说有点距离，但也绝对够你撤回去的。回到西黄岛就安全多了。不了，附近已经没有守夜人了，有我们在，这道防线还能再撑一夜，多这一夜就能多活很多人。也是，我还从没见过完全体的火星孙启动后会是什么画面。我也没见过。不过天一，话又说回来了，我俩启动真有那么大的效果吗？说不定杯水车薪呢，总得试试。
也是。天一没再讲话，只是望向远处海面，可能没办法回西阳城和七虫一起种地了。被种在地里的那段时光，虽然有些屈辱，但每日和七虫斗嘴，其实也挺有意思的。他真的很喜欢樊玉的气氛。如果战争可以胜利，他是真的想回樊玉种地，过平凡的生活。对了，裘老突然想起什么，坐在城墙边缘上，仰头望向天一。你在樊玉待了那么久，不知道樊玉有传送阵吗？樊玉那边正在用传送阵大批将腹地的人运往西荒岛。真不知道。天一突然有些无奈地笑了起来。他总算知道为何当时陈玉主会问他永业殿有没有传送阵。他当时还有些懵，问了句难道樊玉有？结果樊玉真有，连传送阵这种存在都掏出来了。或许樊玉真能守住西荒岛吧。樊玉此时彻底运作起来。阵阁这个刚刚成立1年的部门，此时正在无名山后方快速批量制造传送阵，而山阁成员则是四处散去，乘坐非洲前往各个区域开始铺设传送阵。他们要尽可能将传送阵铺设到永业大陆各个区域。传送阵只能拉人，不能拉资源。一辆辆高铁快速从黄泉口上空驶过，装满各式各样的资源。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撤离行动。樊玉和永业殿联手，在尽可能的将腹地所有资源和人口全都悉数运往西荒岛。快！王麻子亲自带队，将山阁成员打散，乘坐非洲不断深入永业大陆腹地，每隔一段距离都会布下一座传送阵，同时不断望向手里的鬼皮地图。他手里的这份鬼皮地图是从永业殿手里刚获得的，包含了整个永业大陆的板块。此时一城区域已经彻底变成猩红，这意味着这些区域已经彻底沦陷，而且这些猩红区域因已沦陷，鬼巢可在白天活动，正如病毒般不断朝四周蔓延而去。前线只要破了一个口子，后果就不堪设想。而昨夜所有9级前线近乎全部沦陷，永业殿完全没有同时收服这些前线的能力。平日里雨季沦陷2、3个前线就已经天大的事情了，这次沦陷的前线何止2、3个，这也代表着永业大陆正式宣告战败了，剩下的便是撤离。非洲快速降落，数个山阁成员从非洲上快速鱼贯而出，熟练地将传送阵铺设在地面上。这个传送阵很快被点亮，有后勤阁成员传送过来，负责接收附近城池的人口。他们则是继续登上非洲，深入永业腹地。下一站，王麻子盯着手里的鬼皮地图，去下一站。一众樊玉成员正奔波在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将一根根铜管铺设在城墙上，一座座祭坛和式神炮也被快速安置在城墙上。陈凡站在墙头望向眼前这一幕，沉默着。江北防线只是临时调度过来支援，今夜之前就得返回江北，坐镇江北。今夜所有鬼巢近乎同一时刻夜袭前线，没有袭击次要防线，毕竟前往次要防线还要偷渡损失兵力，前线能攻进去的情况下，打什么次要防线完全是脱裤子放屁没必要的事情。但一旦对方知道西荒岛江北有如此大的缺口，这批鬼巢肯定也不介意偷渡夜袭江北，故江北防线今日便得返程。临走前，他能做的就是尽量加固下永业西部玄武1号前线，为后方撤离争取足够的多时间。至于剩余的防线，永业大陆太大了，他顾不过来。也庆幸在鬼巢夜袭之前，永业殿提前得知了消息，及时通知到各个防线，这才没有被打一个措手不及。而通过永业殿那边的消息，他也得知那位这些年被鬼族困于一片区域，昨夜得以释放。这些锅碗瓢盆就不要了。玄武平原、玄武城民房内，一个中年男人正大包小包地收拾着家当，将一个个被褥装进包裹里，急促道：去了西荒岛，吃点野草什么的也能饱腹，主要带上棉衣和被子。这么多人去了西荒岛，江北樊玉怎么可能给所有人供暖？如今正值冬季，天寒地冻的，还不知道要被冻死多少人。快快走了走了！当家的身后穿着碎花棉袄的女人眼眶里满是泪花。我们真的要走吗？鬼族真的打到玄武平原吗？我们好不容易扎根在玄武城，这就要走？废话！男人有些焦急地怒骂道：前线都基本快没了，你说能不能打到玄武平原？人只要活着，就总有希望。快走！樊玉的传送阵已经传走一批又一批人了。这一幕发生在玄武城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城内的势力也好，百姓也罢，又或是商贩屠夫，都尽可能的带上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乌泱泱的在玄武城城主府的人组织下，朝城外的传送阵赶去。一批一批人化作白光消失在原地，通过传送阵多次中转前往西荒岛。人群中，糙汉男人肩膀上扛着大包小包的包裹，手里拉着自己婆娘和孩子，婆娘同样拎着几个包裹，而梳着辫子的半大小孩则是紧紧握着手里的拨浪鼓，有些慌乱的跟在父亲身后。小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父亲今天好像有些慌乱。城主，我们也该走了。玄武城的城墙上，一个老者登墙，望向站在城墙上的那个中年男人的背影，低声道：夫人带着孩子和随从在院落里等待，随时可以启程。中年男人没有讲话，只是站在城墙上静静地望着下方那些逃荒人群。玄武城坐立在玄武平原数十年，他这辈子的心血都在玄武城，让他走，那和让他死没有任何区别。男人双手背负在身后，良久后才轻声道：你带着他们前往西荒岛吧，我就留在这里了，我要亲眼看着这座城池走向覆灭。他轻轻抚摸着城墙表面，低声道：所有人都走了，老朋友会孤单的，我留下来送他一程。身后有些驼背的老者沉默片刻后才沙哑道：遵命，按照城主你的命令，城外鬼火已经铺设完毕，老奴定护好夫人安全。渐渐的，黄昏浮上天际，这座曾经几乎代表着玄武平原的玄武城，人气越来越冷淡，能看见的人也越来越少。而中年男人什么也没做，就这样站在城墙上。他依稀看见年幼时自己拽着父亲的手登上城墙，满脸好奇地询问父亲是怎么打造出来玄武城的。父亲笑呵呵地回答他：只是打造了出来一个雏形，后面还需要你去完善。他当时也不知打造一个城池是什么概念，只是奶声奶气地回答着自己肯定要将玄武城打造成天下第一城。不知过了多久，男人突然笑了起来，
也罢，城外玄武城唐家家主带着唐月等一众唐家族人大包小包的站在传送阵旁，望向站在城墙上的城主。沉默许久后，唐家主才沙哑道：“走了，我们还能回来吗？”唐月眼里带着泪花，此时他才知道那个曾经说自己是商会会长人，便是江北樊玉陈凡。此时所庇护的西荒岛，便是永业大陆最后一个安全之地。会的，唐家主轻拍了下唐月的肩膀，走了。下一刻，唐家一众人消失在原地，偌大的玄武城再无一人，走得空空如也，只有散落在城门口的一地狼藉，象征着这里曾经有过很多人。夜幕降临，永夜如期而至，近乎在黑暗从天边席卷而来的一瞬间，地动山摇，在玄武平原四周内将整个平原都笼罩起来的连绵山脉开始缓缓崩塌。这意味着玄武平原多年以来未被破坏的阵法显现开始碎裂。玄武平原没有一道防线，只因玄武平原的节点完好无损，但此时伴随着玄武平原所接壤区域纷纷沦陷，被夹在其中的玄武平原节点也开始齐齐碎裂。那矗立不知多少年的连绵山脉开始齐齐倒塌，地面因此震动，无数鬼潮穿过灰尘，面目狰狞地冲入玄武平原。这是海底鬼潮第一次登陆玄武平原。不知过了多久，站在城墙上的中年男人渐渐回过神来，望向玄武城外一个个在永夜降临后被点亮的鬼火，数百座被点亮的鬼火，让他能极其清楚地看见远处袭来大批鬼潮。只是那些鬼潮明明在奋力冲锋，却距离城池越来越远，迟迟没有一头鬼物冲至城墙下。嘿，男人笑了起来，下意识快速收敛笑容，保持往日沉稳，但很快又反应过来这里已经没有旁人了，这才再次笑了起来。不过下一刻，鬼潮中突然传来一道刺耳的尖叫声，响彻天际。紧接着，这些鬼潮像是突破了某种限制般，开始加速冲向城墙，距离越来越近。中年男人脸上的笑意缓缓僵住，恶臭近乎凝成实质扑面而来。那无数头鬼潮距离他越来越来近，这是他第一次见过这种场面的鬼潮。紧接着，安置在城墙上的炮塔开始纷纷开火，一头头鬼物被砸成粉碎。只是玄武城毕竟是一座内陆城池，是一个势力打造出来的城池，不是防线，而面前的鬼潮又是突破了前线的鬼潮。那零星炮火宛如小孩打闹般，掀不起一丝海浪，近乎眨眼间，无数鬼潮便以摧枯拉朽的顶着炮塔轰炸冲上城墙。而此时，早已经回到城主府内的城主，双手有些微微发颤的点燃三炷香，站在自家祠堂内，望向父亲的石碑，一鞠躬，城破；二鞠躬，无数鬼潮冲入玄武城，一头眼冒凶光的鬼物冲入祠堂，望向男人那灰暗的背影，淫笑挥起手中镰刀。男人轻叹了一口气，眼中闪过一丝不舍。三鞠躬，冲天火花从玄武城中央冒起，整座城池铺在地面上的青砖快速浮现出一条条被点亮的猩红纹路。刹那间，整个玄武城被炽热橘红烈焰所笼罩，无数鬼潮惨叫嘶吼声响彻天际。从此世间再无玄武城之名，无数鬼潮为其陪葬。玄武平原宣告沦陷。西荒岛夜已深，但樊玉黄泉口防线却极其忙碌。今日接收了大批资源和人口，大量后勤阁成员操控着巨鬼在兴起的一道10级防线上，快速铺设着铜管、祭坛、是神炮等一众建筑。1到10级的樊玉黄泉口防线根本护不住西荒岛，他们需要更多的10级防线，2道、3道乃至4道，越多越好。鬼潮尚未至此，今夜永业大陆又有不少区域沦陷，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樊玉很多成员从昨夜到现在完全没工夫合眼，忙得根本停不下来。与此同时，陈凡也在来回奔波在3道防线间，1道到10级防线雏形拔地而起，紧跟着的后勤阁成员快速完善。从昨夜到现在，他也未合眼，他打造建筑速度再快也需要时间，他没法在睡梦中打造建筑。而此时，他刚刚在江北打造完一条新的江北2号防线，同样是10级，长达170公里，坐落在江北1号防线后方。2条10级防线够吗？城墙上，绝侯的声音有些微微发颤。这是总攻，新大陆那边7到10级防线都沦陷了，不够。陈凡深吸了一口气后沉声道，我在江北荒原新打造了100座砖窑，你让后勤阁那边的人迅速接纳好逃亡人口，并挑选出精干人手，快速上手学会如何操控巨鬼，让这群人用巨鬼在江北垒出1条乃至2条防线来，越多越好。少爷，绝侯心里微微咯噔一下，少爷是真的忙得有些忘事了。砖窑打造出来的砖块强度很低，根本拦不住鬼潮的。我知道。陈凡望向绝侯，但只要高度达到200米，便可以将其伪装成10级防线，让鬼潮感觉有些棘手，暂缓进攻，给我们争取足够多的时间。我们接收资源和消化资源都需要时间，打造防线也需要时间，只要先唬住鬼潮一段时间，我们就能将假防线变成真防线。明白？绝侯瞬间便明白过来什么情况，当即转身吩咐下去。好在樊玉经历过不少大场面，樊玉成员也个个身经百战，哪怕此时西荒岛突然涌入如此多的人口，陷入一片混乱，但樊玉依旧能维持运转，不至于被一瞬间冲垮。很快，数千头巨鬼开始踉踉跄跄地行走在江北荒原上，夜色下有些颠颠撞撞，但很快便走得越来越稳。坐在江北荒原的砖窑开始生产一块块巨砖，这些砖块个个巨大，比人都要高出几倍。除了用巨鬼，寻常人根本不可能搬得动长达170公里的假防线，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工程。这个工程甚至比陈凡打造1道真防线还要大得多。但此时西荒岛什么都不多，唯独人多。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巨鬼走出来，1道长达170公里的假防线渐渐拔地而起。
站在城墙上的陈凡望向这一幕，面无表情的沉默着，没有讲话。接收人口可以动用传送阵，但接收资源就必须用非洲和高铁，速度要慢得多。此时他并没有接收到多少资源，更多资源都在路上，还尚未抵达繁育。他必须先拉出一个假把式出来，免得鬼巢打算先处理掉繁育，宁愿大代价偷渡也要来西荒岛，那就有些难以处理了。至于有用没用，他也不知道，先试试再说。通往新大陆的传送阵快速多次运作，将老弱妇孺全都运到新大陆。3年期限已过，未淋过金雨的人也可以前往新大陆，剩下的青年壮丽则是被繁育快速吸收，派往各处。此次鬼巢非比寻常，他必须做好海底隧道可能被摧毁的准备。一旦海底隧道被摧毁，2座大陆之间就只能依靠传送阵来往了。但传送阵只能传人，难以穿物资，这意味着粮食什么的基本就运不过来了。他没多想，从怀里掏出一瓶丹药，取出一粒清凉丹丢进嘴里，瞬间清醒了不少，才乘坐非洲朝关东平原的7号防线。他需要再打造一条10级7号防线。就在这时，一道袖珍清风突然从天边疾驰而来，稳稳当当停在陈凡面前。永夜大陆夜已深，但今夜不如往日，哪怕已经入夜，也依旧有大批非洲和高铁驶入西荒岛方向。永夜殿几乎出动了所有非洲，这些非洲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将资源运到西荒岛。平日难得一见的非洲，在黄泉口区域上空铺天盖地的不断往返。而在极远处，永夜大陆南部，永夜南部白虎4号前线，一个身穿青袍的中年男人正站在已沦为废墟的防线上，身旁2只体型巨大、伤痕累累的鳄鱼趴在地面上大喘着气。早已沦为废墟的防线上堆满了无数鬼物尸体，而在前方是从海底登陆愈来愈多的鬼巢，只是没有发起冲锋，而是集结在一起。怎么称呼？鬼巢中走出一个体型巨大的鬼皇，而坐落在其肩膀上一个身材矮小的鬼物跨越数千米望向中年男人，声音响彻天际：“给个名号。”就叫我那位吧。中年男人站在废墟防线上，低头望向手里的3尺清风，轻笑着。他没有名字，一直想等找个合适的时机取一个正式点的名字，但一直没等到这个合适的时机。既然大家都叫他那位，索性就叫那位吧，也听顺口了。那位坐在鬼皇肩膀上的这只瘦小鬼物，面色毫无波澜的平静道：“老夫我征战无数，倒是第一次见过陨落的天道还能化为人形，而且还有了自己的情感。你拦住了我们2天1夜，我们杀不了你，你已超脱轮回，沦为不死存在。但我手下还有很多鬼物，你的剑却好像有些不利了。”中年男人没有讲话，只是继续低头望向手里的清风，下意识偏头遥望西北方向，那里是江北，算是他的家吧。永夜南部白虎4号前线，在第一夜鬼族发起总攻之日便已沦陷。他路过此地，见此情景，本想当作什么都没看见，快点赶回江北，回家一趟，顺便让跟着自己受苦这么久的2个家伙见见自己孩子。但跑了一半，又还是回来了。他还是见不得鬼物大肆屠戮人类。他从昨夜杀到今夜，杀了2天1夜，长达78公里的防线，无穷鬼巢，他一个人守住了。只是此时好像身体有些没有力气了，好像回不去了。还没回江北看看，还没再次坐在无名山上发呆，还没无奈地望向这2条家伙比谁挖的粪坑更大更深。唯一一个好消息就是他脱困后看见了那小家伙活得好好的，待在江北，尤其是在得知繁育镇守江北，永夜大陆开启大撤离计划，所有人类和资源都在撤向西荒岛时，他就更得守住这里了。有意义吗？站在鬼皇肩膀上的那只瘦小鬼物嘴角闪过一丝讥笑道：“就算你拦得我们又如何呢？其他防线你顾及得过来吗？”中年男人偏头望向远处鬼巢中那只和他对话的瘦小鬼物，突然笑了起来：“你真的好小一只。”放肆！这只鬼物瞬间面色阴沉下来。我们皇族以小为尊，是吗？那为何要站在巨兽肩膀上和我对话呢？是怕我看不见你吗？这个站在鬼皇肩膀上的鬼物眼里凶光更盛，但还是迟迟没下令继续冲锋。海底那些没有灵智的鬼巢根本不敢冲击这个男人，他只能让自己手下大军冲锋，但他手下的鬼物死一个他都很心疼。算了，他突然也笑了起来。口舌之快一直是你们人类更擅长一点，既然你愿意在这里耗着，那我就跟你耗着，我不着急，咱们慢慢玩。又错了，我可不是什么人类，这是1错，我没打算跟你在这里耗着，这是2错，你距离我太近了，这是3错。这只站在鬼皇肩膀上的瘦小鬼物脸色瞬变，几乎是第一时间便跳下鬼皇肩膀，快速朝鬼巢深处逃去。这2天1夜，他明明判断出男人最远的攻击范围波及不到他这里才对，但已经晚了。他突然感觉被阴影笼罩，下意识抬头望去，只见一柄极其巨大的锤子正突兀悬浮在他头顶上空，朝他重重砸下来。轰！地动山摇，一个巨大的锤坑浮现在鬼巢中央。那只瘦小鬼物，包括那只被遗弃的鬼皇和范围内的一众鬼臣，在这一锤下被齐齐砸成肉酱。一击之下，身旁鬼巢纷纷朝海里逃去，如往日他坐镇江北那般。中年男人望向眼前这一幕，眼中闪过一丝笑意。终于等到你露头了，小小一只说话还挺狂。远处的锤子快速缩小，并朝他击射而来。男人一把抓住，塞进怀里，才重新拎着手里的3尺清风，朝下一道防线走去。今夜暂时不需要管这道防线了。而在天边不知何时浮现出红云，那红云刺穿永夜，洒落着血雨。天地间隐隐有悲音传来。男人见状，撇了撇嘴，不就是燃烧了一点天道精血吗？这种天地异象整得他快死了一样，而且他真的很想辟一个谣。首先，只有灵智的鬼王
鬼皇陨落后才会有天地异象，海底的那群鬼王鬼皇陨落后是不会有天地异象的。最重要的，到底是谁传的？那天地异象是天地为鬼王陨落而起，这不纯扯淡。这里的天道是永夜大陆的天道，怎么会为鬼王陨落而起？那是开心好吗？真的是，也不知道是谁乱传的谣言，还天地而泣，他一个鬼巫也配？喂，真不用将你俩送回去。他偏头望向跟在自己身旁的2条鳄鱼，别叫我们喂。其中一条体型较大的鳄鱼有些不爽的闷声道。那陈凡到底会不会起名字？凭什么给我孩子起名叫魏魏？这是什么破名字啊！我现在听见这个字就来气。就是。另外一条鳄鱼今日也颇为少见的不反驳，而是颇为认可的点了点头，愤愤不平道：我取的小花难道不好听吗？其实感觉都一般。中年男人笑呵呵地朝前走去，每跨一步都是数里远。天道不会被杀死，但天道精血燃烧没了，也就死了。他还剩2滴，还行，够用了。他时常感觉自己是个异类。按理来讲，天道不该有情感，他有了。按理来讲，上次自爆后他就该陨落，但他以一种奇怪的状态活下来。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但就这么着吧，差不多得了。身旁2条鳄鱼如往常一样斗嘴了半晌后，那条体型较大的鳄鱼沉默许久后，还是忍不住开口道：老大，陈凡他们找到了一个新大陆，应该就是老大你的那个大陆。你曾经是那座大陆的天道，你要不跟着樊玉一起撤回新大陆吧？那是你家，那不是我家。男人摇了摇头，漫不经心的轻声道：那里的天道已经死了，对如今的我来讲，永夜大陆才是家。老大，当天道是种什么感觉？挺无聊的，一睁眼一闭眼就数百年过去了。都身为天道，不能想干啥就干啥。你想多了，天道是没有情感和欲望的，连实质都没有，什么也不会干。那听起来是挺无聊，感觉比我们被困这么多年都要无聊。真要是这样比起来的话，那确实比你们要无聊得多，毕竟你们还有彼此可以玩。我那个时候可是什么玩的都没有。喂，老大，你这样说就很奇怪了，不要叫我喂。老大，你刚才还叫我们喂了呢。一码归一码。永夜西部玄武7号前线，今夜是鬼潮发起总攻的第2夜，永夜大陆已有40%区域彻底沦陷，没有支援，没有后勤，所有防线背水一战。而永夜西部玄武7号防线也到了弹尽粮绝的这一刻。此时距离天亮还有1个时辰，但这道防线所储备的鬼石已经快消耗完毕了，炮塔渐渐熄火，越来越多的鬼潮肆无忌惮地发起冲锋，城破只在一念间。该我们上场了。盘膝坐在城墙上的裘老缓缓起身，动作迟缓地褪去上衣，如同剥落出一片枯死的树皮。当最后一片布料滑落，他枯瘦的上身暴露在永夜的风中。他已经老了，很老了，肋骨根根分明的凸起，随着他沉重呼吸微弱起伏，肌肉虽然干瘪，但如老树根茎般紧紧拧结在皮肤下，在昏暗光线下勾勒出硬朗线条。怎么样？虽然老了，但这体格看可的还行。老师风采依旧，不如以前了。我这一辈子没什么成就，挺失败的。当年你师娘让我瞒着自己孩子是守夜人的事，不想让他加入永夜殿，但我那时有些犯轴，一直想着别人的孩子都能去牺牲，为什么自己的孩子不能牺牲？事后你师娘和我分道扬镳，离世在他乡。有的时候想想，其实也挺蠢的。永夜殿真的差这么一个守夜人吗？算了。寒风中，裘老嘴唇射动着，欲言又止的轻叹了口气，像是给自己这辈子画了一个句号般。虽然不满，但也就这样了。伴随着他缓缓吸气，鱼吕的脊椎一寸寸挺直，骨节爆发出炒豆般的噼啪脆响，紧接着皮肤下快速浮现出金红色的炽热光芒，宛如有岩浆在干涸血管中开始重新奔腾般。走了。裘老就这样丢下了最后一句话，像在和老友告别。他开始奔跑，沿着城墙朝北侧奔跑，起初缓慢，但3步后速度骤然提升。那是一种将毕生生命浓缩为短暂燃烧加速度的决绝。火焰开始渐渐溢出体外，每一步踏出都会在城墙上留下一圈火焰涟漪，直至当速度来到顶峰时，已不见裘老身影，只见一团金红色的太阳悬挂在高空中，宛如一道逆行的金色流星，直直撞入末班的鬼巢深处。所过之处，无数鬼物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便化作灰烬。天一站在原地，一言不发地望向老师离去背影。他依稀自己刚加入永夜殿西部行动组的时候，墙上挂着一副对联，只有上半句，没有下半句。纵然浮游入海。他问老师下半句呢，老师说还没想好，等想好了就当做永夜殿西部行动组的口号。后来他补上了后半句，他说我毅然血焚天如何。老师很开心，笑着说就这句。后来这句话就挂在了永夜殿西部行动组总部。再后来他才知道老师也是特殊修行者火星孙，所以老师才会很喜欢后半句。他又再次偏头望向北边西荒岛的方向，嘴角微微上扬。那段日子挺值得回味的，可惜了，他其实挺喜欢种田的。恍惚间，金黄色的火焰在他体内开始快速流淌，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充斥着他体内。他最后看了一眼老师离去的背影，低喃着，纵然浮游入海，亦要燃血焚天。伴随着皮肤表面的金光越来越盛，直至将他整个人包裹成一团人形的行走烈日。他的呼吸渐渐破损起来，每一次吐纳都会喷出带着火星的金色雾气。他开始朝防线南侧跑去，速度越来越快，直至同样跃在空中，鹰击长天，撞向鬼巢。这一刻，2颗太阳在永夜西部玄武7号前线站。
防线上，无数守城的士兵面色沉默地注视着这一幕。他们知道，这种大人物有无数种活下去的机会。如果想要撤离，这些大人物可以在第一天就撤到西荒岛去，但这些大人物没撤，而是留下来和他们一起断后。总得有人断后才行。天亮了，永夜西部玄武7号前线守住了。当一众人走出防线，开始从鬼物尸体里挖出鬼石，准备今夜的防守时，看见了2堆灰烬，看不出人形，但所有人都知道这2堆灰烬的主人。人们只是匆匆扫了一眼，便没过多停留，开始忙碌着挖取鬼石，但却会默默绕开。此后世间再无求一死和天一之名。永夜殿西部行动组原组长，永夜殿西部行动组代组长，战死在鬼族发起总攻的第2夜。永夜西部玄武7号防线的总负责人是一个年事已高的老者，此时正颤颤巍巍地在城墙上堆了2个小土包。他从裘老和天一的临时住所里翻来了一些衣物，弄了2座衣冠冢。他还从裘老的衣裳里翻出一本日记。第1页是兴奋自己加入了永夜殿，并成为永夜殿行动组成员。第2、3页是成家生子。第3、4页是亡妻王子。第5页较长，亲族尽亡，孑然孤存，余岁何求？唯血洗长夜。老者翻着翻着便笑了出来。裘老在日记里定好了自己的临终遗言，说在临死前一定要高吼一句求一死，但求一死方显霸气和洒脱。只是有些微微遗憾，他昨夜并没听见这句话。走好，老者缓缓起身。今夜就来陪你们了。这座防线的所有人都知道，今夜或许就是最后一夜了，但无人退却。或许是觉得这个时候逃走有些丢人，又或许是了无牵挂，也有可能是妻女先走一步，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也不得而知。他所看见的就是无人退却。他转身望向防线后方，白皑的平原上，密密麻麻的骷髅马车正在连夜北上，赶往西荒岛。一眼望去，极其壮观。在清晨下，散发着金黄色的光芒。他们知道防线存在的意义，便是让更多人能撤到西荒岛。不是每个人都能有机会坐上非洲高铁乃至传送阵，更多人还是依靠骷髅马。但哪怕骷髅马，也是普通人是买不起的。那些势力也承担了自己的责任，打造了大批辆骷髅马，带上沿路能看见的人，从而形成了这壮观的逃荒一幕。动物有迁徙，人类有逃荒，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无一人讲话，气氛显得有些压抑。维纳清晨第一束光打下来，永夜大陆撤离西荒岛的消息，鬼族最终还是得知了。梵域，鬼族的原始大陆，原本的鬼族首领此时头颅正悬挂在大殿上空，王座上坐着一个身材瘦小、手持权杖的鬼物，像是侏儒一般坐在巨大的王座上，显得极其不和谐。此时，这只鬼物正面色认真地低头修剪着自己的指甲，不知过了多久后，才满意地轻吹了一口气。一道命令随着指甲粉屑飘出：不用偷渡，浪费兵力，按计划继续推进，先将永夜大陆上的所有人类清除完毕，再去西荒岛将剩下的人一网打尽。一级大陆能诞生出这样的势力，倒是有一番奇遇，但不重要。一级大陆就限制了这个势力的上限，再强也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顶多是多苟活一段时间而已。对了，这只身材瘦小的鬼物突然想到了什么。那个自称自己叫那天的鬼皇，从监狱里拉出来吧，放到前线去。那几个最难啃的前线，让他去打主攻。明白。大殿下方传来一道沙哑的声音，这个自称自己叫那天的鬼皇，私自放走那位，从而让永夜殿提前知道消息，有了防备。虽然不影响大局，但一点惩戒肯定是少不了。随后，这头鬼物才在怀里摸索了许久后，掏出一个铃铛。紧接着，他的声音在大殿内悠悠响起：请问，将整座永夜大陆围在中间的那道雷雨海域是何物？他们皇族是通过鬼族原始之地出现裂缝，先入侵了原始之地后，才来到这永夜大陆。他们皇族也算是征战数年，曾经沦陷2座大陆，但从未见过此等情形。那雷雨海域让他隐隐感觉有些不安。他晃了晃手中的铃铛，很快，一道毫无感情的声音从铃铛内响起：天机不可泄露，无法告知。这只坐在王座上的鬼物眼睛微微眯起，他没想到连问天灵都无法给他答案。他没见过的地方出现在一级大陆，那就意味着这是机遇。他继续询问：雷雨海域是为了保护永夜大陆，还是囚禁永夜大陆？天机不可泄露，无法告知。我若沦陷永夜大陆，这道雷雨海域可会迁怒于我？天机不可泄露，无法告知。有点意思。他舔了舔嘴角，继续询问：可有人通过雷雨海域？有。这次问天灵终于给了答案，不再是天机不可泄露了。通过雷雨海域的成功率是多少？10成。他眼中闪过一丝茫然，有些不可置信的再次询问一遍，得到的答案依旧是10成。这个雷雨海域的具体来源连问天灵都不知晓，他还以为是个什么厉害的东西，结果通过雷雨海域的成功率竟然是10成。10成，那不就意味着是个人就能通过吗？可他明明从那个雷雨海域中察觉到了一阵很危险的气息，当即也不再停留，随我降临永夜大陆，前往雷雨海域。海域深处，不远处阴云近乎压在海面上，海浪翻涌，无数鬼物在海浪中翻涌，而空中是无数道闪电在漫天飞舞。你带队进去。这只手持权杖的瘦小鬼物踩在一只鬼皇的肩膀上，命令身旁一个鬼皇带队前往雷雨海域。只见这鬼皇只是瓮声应道，便踩着海浪冲向雷雨海域。在进入那片区域的一瞬间，惨叫声陡然响起，只见一道急粗无比的雷电从天而降，将这头鬼皇径直劈进深海里。他嘴角微微抽了抽，再次掏出问天灵晃了晃。现在成功率是多少？10成。那里失败了一个，没死。
他不说话了，难道没死就不算失败吗？好吧，可能确实不算，只是暂时被困在这里。至于什么时候出来，那就是天知道了。据说进入这片区域的鬼物会自动获得长生，近乎永垂不朽。唯一缺点就是余生都会活在痛苦中。先拿下永夜大陆，再回去问问看有没有见过这种东西。这只手持权杖、身材瘦小的鬼物耸了耸肩，将问天灵塞进怀里，重新回到原始大陆。他手里这问天灵可是好东西，就是消耗大了点。离去前，他又问了句：“你认为皇族有必要让西部鬼巢放弃攻打前线，偷渡前往西荒岛吗？是先拿下永夜大陆整个板块，还是先拿下西荒岛？随便。”什么意思？问天灵指之过去，不知未来。这个雷雨海域是过去的，你怎么不说呢？天机不可泄露，无法告知。废物。5日后，刚入夜，陈凡站在江北防线上，遥望黑暗下的翻涌海面，呢喃着。今夜便是鬼族发起总攻的第7夜，剩下的就靠天意了。这7日，永夜大陆近乎彻底沦陷。很遗憾的是，虽然西荒岛接纳了大量逃亡人口，但依旧有大量人在逃荒路上被鬼巢所赶上。此时的西荒岛已经彻底封岛了。他相信，在永夜大陆的很多角落里，肯定还有一些没来得及赶到西荒岛的人。但樊玉尽力了，很多势力人没赶来，但将资源交给了永夜殿派出去的非洲。资源来到了西荒岛，永夜殿的非洲只接资源，不容耐人，运力不够。一开始他还能收到来自永夜殿殿长亲自传来的消息，后来就渐渐收不到了。就在这时，他怀中的子母石久违发烫，里面传来一道陌生的声音，这是来自永夜殿的最后一条消息。永夜殿第12殿长于刚才战死在玄武东部青龙13号前线，永夜殿12位殿长悉数战死前线。如果樊玉能传承下去，请记录此事。子母石那边极其嘈杂，夹杂着无数鬼物的嘶吼声，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子母石便被挂断。入夜，西荒岛正式封岛，一道道灯火通明的防线矗立在3个缺口处，开始了最后的抵抗。还有少数防线没有沦陷，但也差不多了。鬼巢即将袭来，大战即将降临。玄武东部青龙13号前线，一个叫封江书的年轻男子匆匆挂断子母石，满脸血污的紧紧握住手里的匕首，望向面前已经登上防线的鬼皇，咧嘴笑了起来。这道防线已经沦陷。登上城墙的鬼皇面无表情地望向面前这只举起匕首的男人，随意挥手拍死了数只冲上去的鬼物后，才从怀里同样掏出自己的佩刀。鬼族向来喜欢人类的文化，也同样钦佩人类这种明知必死却勇往直前的决然。他自认鬼族和皇族不一样，一个人类在没了防线的屏障后，根本不可能是鬼皇的对手。数息后，他手中的佩刀插进男人胸口，低声道：“我叫内天。在你们人类文化中，那自是一个比较尊贵的姓氏。虽不知你的姓名，但你配得上这个姓氏。”处于濒死边缘的封将书死死抓住那天刺向他胸膛的手臂，用尽全力将一口血沫重重吐在那天脸上。如果带入到永夜大陆天道的视角，便可看见永夜大陆的鬼火在一座座熄灭，直至整座大陆都被永夜笼罩，一片死寂。只有西荒岛尚有鬼火仅存，那一道道防线是永夜大陆的最后希望。下雨了，一场大雨落在西荒岛，所有人都沐浴了这场大雨。他们感受到了自己身体的伤势在缓缓恢复，像是天道赐福般，又像是天道在哭泣。他们从雨水中感受到了一股极强的悲伤。天道在哭泣，天道是最容易感到悲伤的。所有人都知道永夜大陆近乎彻底沦陷，死了很多人，但他们没有亲眼看见那一幕。他们没有看见眼里满是绝望，夹杂着一丝希冀开始逃荒的人潮，被鬼巢所追上，彻底吞噬。他们没看见低喃着我必染血焚天死在前线的天一，他们也没看见明知不敌依旧举刀上前的小人。而这一切，天道尽收眼底。天道没有感情，或许是对天道的一种保护。夜深了，樊玉黄泉口1号防线迎来了客人，两只伤痕累累、满身血污的巨大鳄鱼，而在鳄鱼后背上还背着一个处于昏迷状态的中年男人，手里紧紧拽着一柄3尺清风。开城，魏魏有些不可思议又有些难过的冲了上去，不断舔舐着这2头鳄鱼身上的伤口。几乎第一时间，他便认出了这是他父母。魏魏，左边那头体型巨大的鳄鱼语气中带着笑容：“见到爸爸开心不？”魏魏先是一愣，没想到自己父亲竟然会口吐人言，眼眶瞬间通红，不断点头，随后才张大嘴巴吐出一大堆东西，有卤煮，有饺子，还有前些年在无名山一个人无聊时收集的稀奇古怪的石头，都是些什么玩意儿？这只体型巨大的鳄鱼有些不舍地深深望向魏魏，刚准备再说些什么，瞳孔突然开始涣散，他艰难地回头望向后背那道巨长的伤口，笑了笑，轰然倒地。身旁另外一只体型较小的鳄鱼只是满眼慈祥地望向魏魏，艰难地将地面上一个卤煮吃进嘴里，挤出一个笑容：“好吃，魏魏。”紧接着爬了几步，爬到那头轰然倒地的鳄鱼身旁，也缓缓闭上双眼。好，魏魏不会讲话，只是眼眶通红，有些发狂地冲到远处赶来的陈凡身旁，用头托起陈凡，就快速赶到自己倒地的父母身旁。虽然没有讲话，但意思也极其明确。别着急，魏魏。陈凡先上前一步，将手放在那巨大的鼻孔下，没有感受到鼻息。一旁的樊玉成员已经开始浇灌圣水。赶来的药王谷的谷主有些棘手道：“玉主，药王谷对治疗异兽不太精通。药王谷放眼永夜大陆不算特别强的势力，此时真是有些赶鸭子上架了。”小秋，陈凡面
面色凝重地从怀里掏出传音符，联系上小秋，准备开始让小秋派几个近些日子赶来繁育的精通医疗的势力。就在这时，陈狱主，让我们来吧。人群中走出一行人，为首人有些眼熟，江南何家。正是，没想到陈狱主还能记住我们。前些日子加入繁育防线，共守西荒岛，救火有功。是一番简短交流下，魏魏的父母被交给了这伙人。他记得这伙人，江南何家，一个隐士家族，对异兽研究颇深，主要业务是为异兽打造灵宝。一开始还在繁育开过店，后来就倒闭了，实在没有那么多人会给异兽买灵宝，异兽数量太少了。这人你们要往古带下去，小秋那边已经派人支援你们，不惜一切代价救火。陈凡望向鳄鱼后背上那个身穿青袍的中年男人，沉声道：“是这个男人。”他已猜到是谁了，就是曾经居住于无名山的那位，如今已重伤昏迷。做完这一切后，陈凡才走上城墙，站在雨夜内望向城墙外的鬼火范围。黄泉口，他在这里共打造了4座防线，都是10级防线，这里也是打造数量最多的。另外2个缺口都是3到10级防线，这里肯定是主攻方向，毕竟只有攻打黄泉口不用偷渡，要想前往其他2个缺口都需偷渡，偷渡代价可不低，偷渡一次就是10不存1。在有防线堵住缺口的情况下，西荒岛内部是不会被天阵降临的。今夜应该就能见到第一批鬼潮了。他此时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中的冰凉让他稍微清醒一瞬。这7天内他总共睡了不到12个时辰，全靠清凉丹来提神醒脑。他一部分时间用来打造防线，另一部分时间打造建筑，剩下的时间全部用来快速鉴定其他势力带来的异宝，寻找能派上用场的。其中主要鉴定方向是建筑蓝图，他需要时间，只要能撑住1个月、1年，等他把这次的资源全都消化完毕，他有信心发起反攻。时间，此时他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今夜就是鬼潮第一次正式黄泉口向繁育发起总攻。夜深了，黄泉口区域的地平线开始蠕动，起初只是视野尽头涌液在不自然起伏，渐渐的隆起一道横贯天际缓慢推进的弧形长墙，先是数亿只飞舞在空中鬼虫，发出阵阵令人头皮发麻的高频嘶鸣，紧接着是在大地上狂奔的无数鬼物集群的集体咆哮。正规军来了，一眼望去，黑压压一片，宛如一座咆哮涌来高达100米的黑暗海啸，空气中夹杂着极其浓郁的恶臭味。黄泉口区域，一座城池内，数百万鬼物双膝跪地，城池外，为首的鬼黄95带着一众亲信双膝跪地，望向前方朝他狂奔而来的大批鬼潮，深吸了一口气后大吼道：“鬼黄95在此攻打繁育防线已久，恭候鬼族降临，愿为鬼族冲锋陷阵。”鬼潮从中间分开一阵裂隙，越过他们，化成2股鬼潮，直朝繁育黄泉口1号防线冲去。无数噪音和黑影瞬间将他们笼罩，如同坠入深海般。不知过去多久，一只站在鬼皇肩膀上的瘦小鬼物俯瞰着跪在下方的鬼黄95，眼里闪过一丝轻蔑。鬼族早亡了，你现在看见的是皇族。皇族跪在地面上的鬼黄95微微一愣，他不知道啊，没人跟他说啊，但还是瞬间反应过来。鬼黄95愿为皇族冲锋陷阵，学3声狗叫，汪汪汪！鬼黄95毫无羞耻之心的跪在地上学了3声狗叫，生怕对方不满意一般，又加了3声，有趣，实在有趣。站在巨大鬼黄肩膀上那只瘦小鬼物笑得合不拢嘴，双手鼓掌。跪在你身旁那几个也叫来听听，汪汪汪，汪汪汪！此起彼伏的狗叫声不断响起。不好，我不喜欢老狗。下一刻，一股灰白色光柱突然从这只瘦小鬼物指尖猛地射出，将跪在鬼黄95身后的那只老鬼瞬间笼罩进去。那只早已年迈的老鬼几乎瞬间胸口便被洞穿，生机快速流逝。汪！跪在地面上的老鬼嘴里还保持着喊汪的嘴型，低头望向胸口快速流逝出的粘稠液体，仿佛释然一般的伸手拽住鬼黄95的衣裳，颤声道：“大王，我先走了，你别冲动，活下去，要娶婆娘的，你还要。”话音未落，老鬼眼神开始涣散，拽着鬼黄95的右手也渐渐无力脱落下去，倒在荒原上。跪在地面上的鬼黄95有些怔怔地回头望向这一幕，耳边噪音极多，但此时他好像渐渐什么都听不见了。往日的一幕幕重新浮现眼前。大王真厉害，成鬼皇了。大王，你觉得95这个名字怎么样？在人类文化里，95是极其尊贵的意思。大王，万万不可此时进攻繁育防线。大王，等战争结束后。喂，废弃老狗让你这么伤心吗？恍惚间，他又听见了周围那嘈杂的声音，其中夹杂着一道刺耳的调侃声。跪在地上的鬼黄95转头望向不远处站在一尊鬼皇肩膀上的那个眼中带着讥笑望向他的瘦小鬼，缓缓起身，庞大的身躯在鬼潮中极其扎眼，拍了拍自己膝盖上的灰尘，捡起一旁地面上的重刃，呢喃着：“我可不叫魏。”下一刻，滔天鬼气宛如实质般，瞬间从他庞大的躯体内炸开，大量灰尘炸起。只见鬼黄95从灰尘内猛地窜出，双手高举屠刀，怒吼着：“老子叫95！鬼皇95！”他从未拼过命，无论是当日攻打前线还是偷渡到繁育，他都没拼过命，差不多就行了。他很怕死的，他一直幻想的都是战争结束后的生活。他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拼命，打不过就跑，跑不掉就投，这是他的宗旨。但在老鬼死去的那一刻，在这个陪伴了他许久的军师就这样在被嘲笑中随手杀死时，他感觉胸腔处有一团前所未有的怒吼在猛烈燃烧。轰！重刃猛地砸下，那只瘦小鬼物身下的那座鬼皇被一分为二。他从没爆发过真正的实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弱，只是那只瘦小的鬼物此时正站在一片血雾中，单指举过头顶，抵住那重刃，眼中带着一丝讥笑。
傻大个生气了吗？只是弱小者的愤怒看起来实在是好笑。嘿，眼眶通红的鬼皇95低头望向地面上那个用一根指头就挡住他重刃的瘦小鬼物，突然笑了起来。他发现自己挺失败的，这辈子什么成就也没有，但也还行，好歹过了1年的田园生活。他偏头望向不远处自己这1年来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正被无数鬼巢肆虐践踏。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应该要做一件事，他要让这小玩意儿给老鬼陪葬。手里重刃猛地翻转，将地面上的瘦小鬼物挑在空中，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势猛地吞入腹中，随后才深吸一口气，声音响彻天地间：陈凡，老子是鬼皇95，把你那个手段轰向这里。这里有个大人物，老子帮你困住他了，给我轰击，老子要他一起陨落。声音刚落，鬼皇95突然腹部剧痛的轰然倒地，身子蜷缩在地面上，双手死死捂着肚子，撕心裂肺的高吼道：轰他妈的，老子要他陪葬！腹部的血洞越来越多，剧烈疼痛让他忍不住剧烈挣扎。不远处，原本跪在地面上的一众鬼巢早已起身，而最前面的鬼皇95轻信低头看了眼老鬼尸体，低吼一声，开始奔跑，冲至鬼皇95身上，将鬼皇95压在身下。越来越多的鬼巢开始发起冲锋，将鬼皇95牢牢压在身下。远远望去，只能看见一个巨大的肉球，那是一个由数万鬼物组成的肉球，并且还在不断增多。嘿嘿，透过缝隙，最下面的鬼皇95看见了划破天空的3道冷白光柱，感受着体内生机渐渐逝去，有些得意的呢喃着：不叫唤了，兄弟，下面等我。婆娘没给你娶到，但我给你带了一个好东西。下一刻，巨大的爆炸声响彻黄泉口区域，无数鬼物碎片飞舞在空中，3根通天柱化作9根，对黄泉城进行覆盖多次打击。不，那只瘦小鬼物在绝望的惨叫声中湮灭。鬼皇95亡。只是这一幕不影响鬼巢整体，大批鬼巢携带着漫天恶臭，势不可挡的朝繁育黄泉口1号防线发起冲锋。这将是繁育有史以来遭遇过的最大一次鬼巢。鬼皇95死了，漫天鬼巢涌过黄泉口区域，依旧宛如浪潮般席卷整个大地，无人在意鬼皇死亡。而在95死后，那只巨大的虚幻玄武缓缓消散，化作白点彻底消散在天地间。近了，愈加近了。亲自站在繁育黄泉口1号防线城墙上的陈凡，面无表情地望向远处那奔腾而来的鬼巢。下一刻，长达27公里的黄泉口防线，矗立在上面的27000座式神炮上的纹路被齐齐点亮。27000座式神炮在铜管的补给下瞬间点亮，开始咆哮，在狭隘的一个谷口开始不计代价狂轰乱炸，整个世界都为之颤抖。猩红色的炮弹宛如蝗虫般高高抛至空中，染红整片疆场，甚至淹没了鬼巢，重新改写了这个世界的本色。轰轰轰，地面疯狂颤抖，无数血色长蟒在鬼巢中不断涌动，每一次都能带走数只鬼物的性命。陈凡虽一言不发，但双手还是忍不住紧紧按在陡墙上，眼睛直勾勾地望向前方鬼巢。一眼望去，长达27公里的繁育黄泉口1号防线近乎被猩红光芒所笼罩，从高空俯瞰而去，这道猩红防线成为了永夜大陆上的最后一束光。来吧，陈凡站在城墙上呢喃着，望向那在是神炮的狂暴火力下被快速屠戮的鬼巢。他知道这只是开始，鬼巢的攻势不仅仅如此。如今的鬼巢数量虽然极多，但尚未冲击至城墙下，便被漫天猩红炮弹笼罩进去。只要鬼石足够，是神炮不熄火，鬼巢就永远冲不上来，甚至摸不到防线一下。大战一触即发。